中美航天发射一成一败，担心20年后太空是中国的天下，那美国的北极星计划能缓解他们的忧虑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两天，中美两国都在航天领域做出了非常努力的尝试。中国这边呢是航天科技集团宣布，8月2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医院自主研制的升力式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飞行试验采用的运载器经过健康检测维护之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成功实现了我国亚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式发展。这段新闻呢挺长，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啊。垂直点火发射，这是用火箭发射方式起飞的，然后呢还是升力式运载器，那么说明这个运载器的气动外形肯定是有机翼，或者呢就是把整个运载器的机身设计成了升力体外形，而且发射后还能完成亚轨道飞行，意思是什么？就是玩了一把高超音速飞行。至于说这次高超音速飞行是助推滑翔式的呢，还是吸气式的呢？没说。最后讲了，运载器平稳着陆在机场，还能反复使用，那就跟航天飞机更类似，和理想的空天飞机呢还有差距。但是呢，应该很快就能够实现高超音速飞机送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最快的快递了。那么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美国又要惊诧美军打不过美团、京东跟顺丰了。而另一边呢，美国最近也有雄心壮志，打算发射重型的 SLS 火箭阿尔特弥斯1号。执行绕月飞行任务。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发射火箭去月球，我怀疑他们是想趁着中秋节去月亮那儿看兔子的。不过天不随美国人的愿呢，发射前发现火箭又一次出现了燃料泄漏。之所以要说又，是因为前几次实验的过程中呢，已经出现了多次泄漏现象，到现在还没解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这1、2天发射是没戏了，不过赶紧修一下，争取开学以后9月2号还可以再试试。这个也是玩悬的，因为燃料还在泄露，而且燃料不打算卸载，里边装着燃料，一边在往外漏，还在维修。如果现场处理不好的话，弄不好还能点出大火球。关键是这次发射前还遭遇雷暴天气嘛，发射架都被雷劈了5回了，这是标准的天打5雷轰。好莱坞大概是想拍电影《雷神5》。中美两边一成一败，估计又要加剧美国紧张了。美国五角大楼搞了一个太空工业基地研讨报告。判断到了2032年，美国将失去航天领域优势；到了2045年，中国在太空领域会彻底超过美国。而美国落后的原因是整个美国政府跟工业界集体缺乏紧迫感。所以，一些个航天领域专家认为，美国必须严格执行他们制定的那一项北极星大战略，以指导商业、民用和军用的太空活动。但是现在美国官僚中一些政策还有采购的做法与美国的国家太空战略是不一致的，或者干脆就是与美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背道而驰。不过很多事情不是靠紧迫感、靠着急就能见效的。这几年美国很多事儿都坏在着急上，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研制就是着急，总是想着跳过最基本的研究步骤，结果急了半天，成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另外，这次计划用这个重型火箭实现载人登月重返月球，也是把完成时间从2028年提前到了2024年，感觉也是为了跟中国斗气儿抢时间的成分更多。这可不像是缺乏急迫感，这是有点太着急了。而且这里还有小细节 ，SLS 重型火箭发动机就是想当年航天飞机用过的发动机，据说在仓库里边也存了有些年头了。这回请老发动机出山，是不是也说明美国暂时没有更新的发动机可以用？那么我们还要看看，到了2024年，美国的人力资源、通货膨胀、供应链不稳定等等问题是否已经克服了？如果到那个时候还克服不了，我建议美国要不然干脆先别让人登上月球，美国可以学习一下开心麻花，从澳大利亚先借之代赎。好，关于中美航天发展对比会不会让美国从焦虑走向焦虑？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